感本尊，新年快乐！我们今天很高兴欢迎陈新阳同道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光片。感本尊。感恩本尊，感谢法身，各位嘉义的同道，大家好。那刚好这阵子本尊的 DVD 出了很多，然后里面有放了一些照片，那有一些是放在封面，其实有一些照片虽然有放上去，然后也有写个标题，可是我在想，应该很多同道还是没有完全能够理解刚好这阵子本尊有解释刚好今天这个机会来嘉义聊天，来嘉义过年，然后就跟大家简单讲一下。那这张照片常常看到，这个画面是从我们影片里面截取下来，大家知道。那这个就是天冠光里面有一个漩涡光。那本尊现在在介绍这个漩涡光通常都是在讲说带动同道要有圆光的时候，一定要有3个主要大光体。要有天冠光、漩涡光跟大日。那漩涡光的中间其实是照明镜。那照明镜，怎么说？本尊说也可以讲成4个光体，讲成3个。但是漩涡光的中心点就是照明镜。漩涡光本身会旋转照明镜不会转，所以是漩涡光在转，然后里面那照明镜它可以直接照出来。那这个漩涡光的旋转动起来，它就是本尊在照见实相的动力。是这个漩涡光是这个动力，相信那个书里面也有写到，可是比较少人注意到。但是先讲出来，我们同道有个基本的认知跟所知量，以后摄受到就知道说原来本尊在讲这个意思是这个原理。然后以前也有讲说漩涡光，我记得以前在滨江街，然后本尊都讲说他的心有2000层。那后来本尊才到新加坡有解释出来，说漩涡光里面的那个线就是差不多2000多条线，那每一个线跟空隙之间表达的不同的宇宙，就是不同的时间跟空间，所以这一张还蛮重要。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是本尊的签名。然后天冠光像宫殿这么大，然后后面一个漩涡光。好，这张又叫做诸佛的视觉，早期的名字。好，下一张。那狮子座跟钻石光，这个本尊有提到，从最近开始会提到钻石光，什么情况下会有钻石光？我那一天听是这样听说，那个庄顾问的一个亲戚是第一个本尊发现到他有钻石光的人。那钻石光是什么样的情况会有钻石光？就是只要这一个人他去住过法界，是真的在法界住过然后再本尊再把他把他请下来，那他的头上就会变成有钻石状的这个亮光。那所以能够在法界生活过回来就会有钻石光。而且很特别的是，钻石光的照片我记得有同道有分享过，那个钻石光的照片，不管是哪一组钻石光，底下都一定要有狮子座，一定都是狮子座，很特别。本尊最近也有强调，钻石光底下都是狮子座。那你看这个撒亚桃，有没有？这个是比较凶猛的，看起来像豹，有没有？好像那个豹在嘶吼那种美洲豹狮子老虎在狮子座这种座，然后上面有一只小只的，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这也很可爱，眼睛、嘴巴，有没有？眼睛2个耳朵在这里嘴巴小小的，很可爱也可以看侧面的，它好像在看侧面，好像在看正面。狮子座，所以狮子座本尊以前有讲，好像有同道问说，那有什么差别？但本尊之前是说不要分别，但是狮子座的表达的作用不一样，所以不是通常目前看到的照片，只要有钻石光的，都一定是有狮子座。然后目前有钻石光的，通常都是往生的，我们有些同道的亲人或我们的往生的同道，那他已经得照见，已经在法界常住了。如果本尊把他请下来，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察觉到，本尊也会看到说那一个同道头上就是那个已经有钻石光，有钻石光就代表已经在法界生活了，所以用这个刃，然后底下都一定有狮子座。本尊很喜欢这些撒亚桃，狮子座表达这个金刚座它不同的作用好，再下一张好了漩涡光这一张。
高雄的同道有看过，因为在高雄分会有挂这一张，这一张是很大的漩涡光，还有更大。这里一个分身，上面还有一个，这里也是一个分身，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然后你看，主要看这一个分身的这个漩涡光啊，这几场，然后有很多同道他们没机会举手到，然后本尊结束之后，就很多同道很紧张啊，怎么办？我还没有召见到我的往生家人，然后我还没有安到元光。那本尊这个时候说，我现在给你们安漩涡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嘛，这几场的结尾大家都有这个印象，安这个漩涡光就会像这样子，就那一颗漩涡光就会跑到所有同道的后面，然后这个漩涡光，你只要想要召见的人，然后想要安元光，它就自动都会完成，所以就会像这样子。然后要有这个漩涡光之后，这样子讲，我上次听本尊是这么说啊，当然同道自己去体会，就是这个漩涡光安在同道身上，然后它会让你有元光，然后你要往生召见的往生的亲人亲友也都会得召见，他们也会有元光哦。但是这个漩涡光完成之后，它的阶段性任务就算结束了，它就回归到它本来在的地方。所以有些同道会在问说，那我是不是摄受到漩涡光了？我是不是有漩涡光了？啊，那个是对方自己讲的，我们也不能去否定人家。但是本尊的解释是这样，就是那个是针对那一场讲不到话，那漩涡光就给你，让你都可以安得到你想要安的元光跟家人这样子。哦，这张很重要。好，下一张。哦，这一张应该跟下一张是连续。当本尊说有漩涡光的时候，本尊有讲到漩涡光。那在这个影片里面会放这一张照片跟下一张，就是当你有漩涡光，你看的广度会很广。所以我们譬如说，我们今天想说要看山，然后这个山这里，然后你可以看到本尊，哦，这是本尊嘛，然后山大概就这么大。可是有漩涡光的功能之后，可以连远山、后山都照得到。就是完全都可以看到这个漩涡光，它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景的广阔度啊，就是非常的大。然后这是第二个动作，你看这个远山的后面都有，所以本尊讲说要一眼望尽九重山，有没有？所以大道之行那一片，本尊不是有在讲说在带动彭氏起的时候，有那个漩涡光出来，可以看到的广度不一样。我们平常说我们要看山，也许在很多同道的视觉里面看到的是比较局部，可能一座山，可能两三座，但是在本尊的境界里面，有漩涡光的功能，一口气看到后面层层叠叠，无远佛界就是这样。这后面已经很远了，这里只是墙壁天花板而已。从这里是墙壁嘛，冷气，然后后面就是天花板，然后天花板无止境的往后退，都可以看到远山，这就是漩涡光的功能。好，我们看下一组，那一样。把长城引进来也是，只要有漩涡光的功能，你看那个长城可以延伸到后面。本尊有说，那长城几千公里都可以一口气进来，但是你要看到能够一口气进来，一定要有漩涡光它的功能帮忙，不然的话，那个广度只靠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意识去想说，我要看整座长城，其实只能看到局部啊。但是有漩涡光的功能，它就可以完整的这么完整的，然后。像那种春天、夏天，本尊有说，那个地方现场的照见，树就是绿的。假设是秋天，有时候就看到叶子都红的；冬天有时候就是雪地，有没有？所以这个照见啊，就是直接现场拉进来，长城就是看到整个现场的长城。那我们这个都听下去，本尊讲那个长城照见进来，就是靠这个漩涡光去照见不同的时间空间，然后搬运过来。好，下一张。最近有一集本尊带动，然后有同道讲说他还有看到长城有游客，那你看这个长城都有游客，有没有？然后这里有树，然后你看这个是茶艺馆嘛，那茶艺馆的你看这个长城，你看游客都照见进来，这是当场的游客，不是本尊当时不是本尊自己事变了，而是当场把长城 copy 移进来，然后形成这个场面，就有这个游客。这样子，好，下一张一样，这个也是游客。这个听说这个是嘉峪关呐，就是长城的那个关口。你看游客这么多，然后这个长城的交界处在本尊的脖子，然后就是
长程从这里穿过去啊，这是关，然后你看这样过来，就是在本尊的脖子里面，长程直接入我入，相融互入，这10相的境界就可以到达这样子。有看到哈？有好。山海关这张蛮特别的，就是本尊的那个山海关，只有这张嘛哈，没有连续的，就这一张，就是那个屋檐这种古早的这种建筑，你看柱子都穿过本尊的手。屋檐都从本尊的脸有没有插出来？有没有这个都看得到？然后后面的人看不到，但是这个山海关跟本尊那种重叠，我可以看到这个相融互入，就是整个那个屋檐从这里插出来，啊，这个就是造建出来的，直接10相搬移到实体，可以到达这样的功能。对，然后好，下一张，这张开始讲法轮背光。大家有看本尊 DVD 都知道这一张是法轮背光。那我印象本尊在解释法轮背光的时候有提到说，那个光啊，这样子圆圈啊，大概跟我们的肩膀这个肩线差不多大，有没有？这张的特色是它有点侧面，啊，本尊看起来就侧面就碰皮这样子，有看得出来吗？那当时在选这张的时候，本尊跟我说啊，这张抽雪茄的呢，那我以为本尊开玩笑。我在想说，哦，对啊，有像那种什么意大利那种电影《教父》的那种，好像人家在抽雪茄，结果仔细放大，本尊分身真的抽雪茄，大家看得到吗？我上次介绍给那台北几个同道，他们都惊呼啊！有人有看到吗？分身的手有这样就一个雪茄这样子啊，对吧？啊，这个在表达你看那个功能，天部的雪茄10相，是吧？这然后分身的那个拿了一个雪茄啊，我一开始以为本尊开玩笑你看，所以本尊开玩笑的话也是实践，是我们认知不够，还以为那个道在开玩笑。你看真的有这样看得到吗？你们这样台下看得到吗？有哈，啊，快出来啊！好，下一张，不可思议回去再注意一下。然后这一张一样，法轮背光就是一样，有这法轮背光，本尊有说它可以照见那些天神啊、地精啊什么什么，就所以本尊有说他有，他住的那个别墅啊，之前住的那别墅，那个地方算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本尊有说他以前有时候散步啊，那还有他们的社区有那个监视器，那有时候那监视器开始有一些黑点黑影啊，就开始那边真的雾蒙蒙的，什么时候这一个法轮背光就会先出去，好像橡皮擦一样，然后结果就把那个荧幕的那些黑的有的没有的全部擦掉。本尊就说啊，知道那些都是阿飘模型啊，所以为什么当时本尊就有讲说法轮背光在人部啊，它可以造出什么地精啊、什么土地公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都靠这个来造。这个法轮可以造这些功能，然后可以造出人的意识或者是这些意识体、魂魄啊什么的。那天部我本尊有说，如果有法轮背光的话，法轮背光是你要有7颗珠才能够分身千百亿，但是你要把7颗珠能够放出去的那个动力啊，要先有法轮背光。这法轮背光，甚至本尊有一次有说，如果有法轮背光的话，都有机会自己生成7颗珠，所以这个法轮背光是蛮重要的。在天部，它针对这7颗珠发出去的原动力，但是7颗珠分出去。千百亿分身之后要清楚，就真的要有眉心放光。但是这个法轮背光是针对这个，在人世间就针对这种意识啊、造见啊、魂魄啊，这是有的没有的。所以本尊有时候，如果有些人摄受到法轮背光，万一不小心看到一些你没想要看到的那些有的没有的啊，那你就不要怕那个，他会先保护你，这个先处理啊，好像替你去损这样子，先替你走一圈这样子来保护我们的意识。好，下一张。一样，法轮背光这2个分身，你看那法轮背光刚好都是切到那个肩线，这个很亮，这个对，好，那这张大家看过，那这一张是现起放光，那现起放光本尊也有说这一张也是表达法轮背光。那现起放光前面的这个圆光也好，大日也好，还有如来云，那整个在胖那个整个那个震撼啊，本尊说这张很有气氛。这道的价值整个都表达出来，都一定要有法轮背光。这个法轮背光在天部啊，就是发出去那种有7颗珠啊，有那个分身的动力，都是要靠法轮背光，是这样。好，
再一样，刚刚有说法轮背光可以照出那些什么天神啊、什么精啊、灵啊什么的，有没有？这里面看得到吗？我看一下，有看得到类似一个像神明的偶像的那种嘛，就是法轮背光移到前面来，这个法轮光移到前面来，然后你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偶像，就可以把它照见出来。这就是法轮背光在人世间的作用是这样，在天部表达另外一种作用，对啊。好，下一张。接下来这张照片，在本尊接外国人的时候，本尊有特别强调一个意识流。那本尊说这个意识流，我们今天假设说我们自见其身，要到达天人合一的时候，自己分出去一个身，然后站在虚空。那你的意识要跟你的自见其身相接的时候，就需要这个意识流发出去。那一开始在发出去跟收回来的时间它都会形成一个半透明的珠，在我们的眉心附近，然后就这样发过去，形成一条连线。本尊说这个叫生命线。连线了之后，那个自见其身也会有你的意识流，收回来也会形成这个意识流。那有这个意识流，就可以达到表达天人合一。所以这颗珠很重要，它就是自己的意识流所展现的功能。现在指的这个，当然旁边还有7颗珠，然后这个意识流，所以本尊这一次有讲说有这个意识流真的很重要，它可以形成这半透明的珠，然后它还有很广大的功能。我看下一张，就这样一样，这一颗也是，就是这一颗。那在法界的时候，那一颗半透明的珠还可以存在，然后你的意识流好像一颗珠一样，然后可以在法界，然后进到桌子底下，进到地底下，进到哪里，这个意识流就清清楚楚。本尊有说意识流这一颗珠是我们的法性跟我们的五官阿赖耶识的结晶体形成意识流。这个意识流就是五官跟阿赖耶识的结晶体，就是表达意识流。那放出去跟收回来的时候，它就会在我们的眉间形成一颗透明的珠，就是像这样子的作用在前面这张是法界的分身，但是还是要有这颗珠在。好，对然后这个是加了7彩漩涡光，因为有了漩涡光才会更广大，哪里都去得了，就是真的要靠这个漩涡光。有了漩涡光，再将你的意识流达到天人合一，就是直接好像经由漩涡光的功能，哪边都到得了，就是这样的。好，天掌这一张大家都知道，刚好就顺便放进来，就是这一位同道，然后他就种茶，然后看到分身陪他一起采茶，然后刚好有拍下来，所以从此以后，在这个采出来的茶，但是强调都没有放农药，他采出来的茶，然后都会就是供给本尊，供养给本尊喝，因为然后有拍到这张说天掌，所以本尊说那个天掌小时候救过他，就是那个大的那个，这得好像茶树嘛，他大的手掌在采以后那个现在本尊有时候带动召见你的往生者，都天掌先出来，然后你看到天掌把你送上去，就一个大的掌再送上去这样子。好，下一张。好，这最后一张了。好，那就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好，谢谢各位。